给沙特婆家来个炸裂的大中华美食。太急了。试一下。好美。少一点。很慢。对，这样子，对，这个。这样。我怎么人就在沙特了呢？我怎么和一个沙特人结婚了？还生出了半个沙特人。今天出去玩，大龙上厕所，我和肉肉在外面等他，看着身边人来人往，全是陌生人，环境嘛也不熟悉，发了几秒钟的呆而已，那一下子思绪万千。你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那么拆不散打不烂的？这位大哥出生在离我几千公里以外的沙特阿拉伯，他爹也就是我公公硬是要自费把他塞到中国去留学。09年去中国留学的阿拉伯人真少啊，结果这位少爷不但认真读书顺利毕业，还找了一个那么好的老婆，就是我，家世清白，颜值也不赖吧，这些都是我公公算出来的吗？对婚姻没有什么向往，结婚生子也没什么兴趣，把身边的异性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像某种仪式一样，就是为了迎接他的到来。不，他们的到来。从第一次到沙特阿拉伯探亲的忐忑不安，到如今就算把我放在一堆语言不通的沙特阿拉伯人中间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压力。我们必须要适应那种随着环境的不同，让自己强行适应。从我和大龙认识以来，大小转折困难都没停过，但我们俩面对这些东西从来不觉得这些都是负面，只要还有机会复盘，每一次都是你成长的经验。好在呢，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俩都会去有商有量的去讨论。最近啊，我们中沙两家人产生了一个热议话题，小肉姐在哪里上学，在什么国家上学，上什么类型的学校。毕竟5岁半了，之前我们可以一直赖着，因为孩子还小，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5岁半了，你们还没规划吗？我感觉我老公一点都不急，我心里有点急，但没那么急，但是我装的一点都不急。孩子动我们就得动，我们一动公司内部就得动。但是我先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啊，我是真的不想带着孩子一起卷。我这人吧，喊打喊杀可以，你让我去辅导作业，我宁愿出去扛10吨米。我老公更不用说了，他恨不得觉得他女儿自己看书都可以看明白。当然，就凭我对肉姐的了解，就算不是学霸，她也不可能是学渣。难道读书没有天分这一说吗？擅长和不擅长它就是有区别的。他不擅长读书的人死记硬背，天道酬勤的把书给读完了，进入到社会以后的现实学科，社会也会教你怎么做人。我能够传承给我女儿的就是教她怎么做人，做一个懂得自我保护、三观正的人，又是一个成年人的抉择。好了，散会。